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条我觉得非常适合2026世界杯期间使用的弯曲自行车路线。这条路线不算长，难度也不高，但它可能是未来前往 Levi's Stadium 最舒服、最高效、最有湾区特色的一种方式。我们今天的路线是从 Sunnyvale Baylands 附近的 Twin Creeks Sports Complex 出发，一路骑到 Levi's Stadium， 整个路线大约只有几英里，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平坦，几乎没有爬坡，而且绝大部分路段骑行体验都非常舒服，所以这条路线其实特别适合比赛日通勤、夜骑、轻松骑行，甚至家庭骑行。尤其是世界杯期间，它可能会变成很多本地骑友的秘密通道，因为大家都知道Levi's Stadium 一到大型赛事，交通会非常恐怖，尤其世界杯这种级别的比赛，几万人同时进场，周边高速和停车场一定会堵到夸张，但骑自行车反而会变成效率最高的方案之一。我们先来看路线本身。刚从 Twin Creeks Sports Complex 出发时，你会很快进入 Sunnyvale Baylands Park 周边区域，这一段其实特别漂亮，因为这里属于旧金山湾区典型的湿地生态，周围会有大片开阔水域、海湾步道、芦苇湿地，还有很多候鸟区域。天气好的时候，整个地方会非常安静，你很难想象这里距离硅谷核心科技园区其实只有几分钟。而且最舒服的是，这段路基本不会有太多红绿灯，骑行节奏会非常顺畅，你会有一种完全脱离城市的感觉。接下来路线会沿着 Highway 237周边继续向东，这一段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它非常硅谷。什么意思呢？你左边看到的是自然湿地，右边却是全球顶级科技公司的办公区，你能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 Hewlett-Packard Enterprise、Marvell Technology、Johnson & Johnson， 这种画面其实很神奇，一边是海湾生态，一边是世界科技中心，这种自然和科技混合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就是湾区骑行最特别的地方。继续往前骑，你会慢慢接近 Great America Parkway， 这里其实已经进入 Levi's Stadium 核心区域了。这个时候世界杯氛围就会开始出现，尤其比赛日的时候，这种感觉会特别明显。很多第一次去 Levi's Stadium 的人都会低估停车的麻烦。大型比赛期间不仅堵车严重，停车费可能也非常贵，但骑车就完全不同。很多时候自行车甚至会比开车更快离场，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几万人的车同时离开停车场，可能要堵1个多小时，但骑自行车的人已经开始沿着湾区夜晚的海风慢慢返回了，这种体验真的完全不一样。尤其晚上骑回 Sunnyvale 的时候，整个海湾区域会非常安静，风很舒服，空气里甚至会有一点海水的味道，你会觉得这不像是在看一场世界杯，更像是在体验一种非常典型的湾区生活方式。所以如果你未来准备去 Levi's Stadium 看2026世界杯，我真的非常推荐提前找一天先把这条路线骑一次，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条通勤路线，它其实也是一条能够真正感受到硅谷、海湾生态还有世界杯氛围三者融合在一起的经典骑行路线。好了，如果你也喜欢湾区骑行世界杯或者城市探索内容，欢迎点赞订阅。接下来我来聊一聊湾区本周要闻。2026年5月，美国在移民政策、社会经济以及公共卫生领域接连释放了多个重磅信号。无论你是正在申请身份的留学生、持 H1B 工作的职场人士，还是关注加州生活环境的居民，今天的内容都与你息息相关。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5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从 H1B 不用回国申请绿卡的好消息，到 IC 高达 1.8 万美元的逮捕费，从中国顶尖人才的脱美回国潮到加州创纪录的房价，
信息量巨大，建议大家看到最后。第一部分 H1B 绿卡利好与身份转换路径缩紧。首先，我们来关注牵动无数华人心的移民政策更新。上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发布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政策备忘录。核心政策备忘录最初要求大多数临时非移民签证持有者必须返回原籍国，通过领事程序申请绿卡。但在5月24日，移民局做出了重要澄清 ：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可以豁免，不需要返回原籍国。H1B 持有者通常在美国有家庭和长期生活，如果被强制要求离境，将面临家庭分离和工作受阻的巨大社会成本。这一澄清让高级的人才松了一口气，确认了 H1B 作为允许有移民倾向的长效签证的特殊地位。与 H1B 的利好不同，持有旅游签证 B 签或学生签证 F 签的人士，通过身份调整拿绿卡的捷径几乎被切断。现在，如果你持旅游签证入境后尝试转换身份，一旦超过6个月的有效期而未获批，将面临逾期滞留的严厉惩罚，情节严重者可能面临3年、刑年甚至永久入境禁令。第二部分 ，IC 重拳出击：1.8万美元逮捕费恐吓非法滞留。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美国国土安全部 HS4 的一项惊人新规。如果你认为大规模驱逐行动有所减缓，那就错了。DHS 提出一项新规，如果非法移民在收到遣返令后拒不离开，等待被捕，将被追加高达 1.8万美元的逮捕费，相比此前的5130美元。这一金额翻了3倍多，旨在抵消从抓捕到关押再到驱逐的行政成本。官方坦言，由于很难向身处国外的被遣返者追缴资金，这项费用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心理威慑。它向非法滞留者发出明确信号，要么立刻离开，要么面临永久失去合法移民机会的后果。官方同时给出了胡萝卜，通过 CBP 应用程序自愿离境者，不仅免除罚款，还能获得2600美元的补偿金。目前已有超过10万人选择此路径离开。第三部分，中国顶尖科技人才加速脱美回国。这是一个正在深刻影响美中竞争力的趋势，大批在美顶尖华人精英正踏上归途。数据惊人，2025年选择回国求职的留学生增长了12%，而计划回国的海外在读博士比例从 38% 大幅跳升至 59%。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留学归国人数已达56万人，回流原因有3点：一、职业天花板，许多人才感到在美企只能做技术岗，如工程研发，难以进入产品管理等核心决策层。2、科研环境，随着美国政治氛围恶化和移民政策收紧，许多科学家如马里兰大学的陆武元教授、耶鲁大学的张凯教授，因受到调查或感到无形限制而选择回国。他们认为中国为 AI、机器人等尖端领域提供了更主导的科研平台。3、生活质量，枪支暴力、种族歧视以及美国部分地区生活的低效，如西雅图的人情淡薄、办事慢，让习惯了国内高效生活、外卖物流的人才感到不适。第4部分，加州房市奇观，富人涌入，平民逃离。住在加州的朋友最近一定感受到了物价和房价的双重挤压。房价破纪录，今年4月，加州房屋中位价已攀升至创纪录的914天810美元，其中旧金山县更是飙升 19.5%， 超过了110万美元。这一波房价上涨主要由高瑞住宅市场带动，2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销量增长了 8.4%， 也就是说，富人正在通过房产交易支撑市场。与此同时，普通居民正因高昂的生活成本涌向德州、亚利桑那州等地，离开者平均每月能节省672美元的住房成本，房租比加州便宜约30%。加州的汽油费比全美平均高40%，公用事业费高61%。仅去年，
加州就净损失了近15万人口。第5部分，紧急公共卫生警报，埃博拉入境禁令。最后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注意一项紧急禁令：30天旅游禁令。针对中非和东非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美国自5月21日起，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南苏丹和乌干达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30天入境禁令，强制分流。所有合规游客必须集中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接受加强筛查，严厉执法。最近一架从法国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因载有一名来自疫区的乘客，被美方拒绝降落，最终被迫改道加拿大乘客被带离调查病毒现状。此次疫情涉及罕见的本地不交病毒 Bundibugyo virus， 平均死亡率高达50%，且目前尚无有效疫苗，追踪极其困难。结束语：从移民局的政策反转，到加州生活成本的现实压力，再到全球卫生安全挑战，2026年的5月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人群体来说，未来的每一步选择是留在美国深耕，还是选择回流，或是如何应对多变的法律环境，都需要更敏锐的信息捕捉。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如果你觉得这些信息对你有帮助，请点赞、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好了，我们下期再见。